在日本呢，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网红，说出来恐怕你都不相信。据称呢，他能闻到死亡的气味，买彩票一出手轻轻松松就中了上亿元。再一看人家的身份，还是一位出家的和尚，这样的标签也让他在互联网上赚足了人气，甚至还被电视节目大赛认证为怪谈王冠军。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日本的网红和尚三木大云的传奇故事。三木大云是日本知名的通灵和尚，因为活跃在网络上呢，又被誉为全日本最会说故事的怪谈和尚。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准确预言了新冠疫情、战争以及日本国家元首被杀，从而在日本是声名大噪。三木大云出生在一个出家人的家庭，听到这儿估计很多小伙伴就会一头雾水了。这出家人不应该是六根清净，怎么还能组织家庭生孩子呢？这个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特有的佛教制度本末制，也就是本山和末寺，至今也影响着日本社会。这个本山像是大本营，有着类似总部一样的概念。这本山各本山需要管理各自的末寺，二者是属于上下级的关系。本山寺中的和尚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和尚差不多少，恪守寺院中的各种清规戒律，持斋守戒。这主持当然是要选择德高望重的高僧来担当。而末寺看起来有些世俗化，不仅可以娶亲生子还不戒肉，采用世袭制，长子接替老爹掌管着寺院。三木大云出生于1972年，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是寺院中的主持。按照这长幼顺序寺院将由哥哥继承。三木完全可以放飞自我，想学啥学啥，不一定非得和这青灯古佛为伴。不过三木天生对佛学感兴趣，从小便显现出与众不同，是一个颇具灵力的孩子。据三木本人所说，他从小就可以通过人身上所散发出的特殊气味捕捉到死亡的信号。当人生病后身体会散发出一种奇特的气味，气味越浓，说明患者的病情越重。当气味变成熟透橙子的味道，患者通常会在3天之内去世。他曾举了一个亲身经历：一天，三木正在书店里看书，突然便放下手中的书籍，以为自己再次嗅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四处打量，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气味的来源。出于好意劝对方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可没想到对方却表示不用去了，然后低沉地说了一句：“我已经死了。”原来三木见到的是死者的亡魂。前几年新冠席卷全球，三木大云说自己也曾闻到过新冠病毒的味道，是一种类似铁锈一样的味道。三木在大学期间喜欢在闲暇之时到山下转一转，顺便用相机记录一下美好的瞬间。这一天，三木路过了一个犬舍，见到里面的狗狗很可爱，便拿起手中的相机打算给狗狗拍照。可没想到此举竟惹得犬舍老板十分的不满。三木见状赶忙道歉。当老板听到三木操着一口关西口音之后立马换了一副嘴脸。之前的不悦也是一扫而光，不仅笑脸相迎，甚至还热情地邀请三木进屋喝咖啡。随即二人便热络起来，老板大方地摆出了8罐咖啡让三木挑选1罐。期间还不忘询问三木能否每周都来帮自己遛狗，1周2次，每次只需要15分钟。这样1个月下来，三木就可以轻松地赚到15万日元。这对当时还是穷学生的三木来说，无异于躺着赚钱尽管对方开出的条件十分的诱人，毕竟是佛门中人，这赚钱的事还得问问师傅。没想到师傅一听，脸色一沉，非但没有答应还把这三木好一通臭骂。你到底是来学佛修行的，还是来赚钱的？三木向师傅诚心忏悔之后便婉言谢绝了犬舍老板的邀请。
后来三木要去东京修行啊，临行前再次来到了犬舍，与犬舍老板辞行。这次呢，犬舍老板惯例摆了8罐咖啡，一脸阴沉地问道：“你信神佛吗？”亲身经历过很多灵异的三木自然回答：“相信呢。”犬舍老板一脸冷笑着说：“我不相信。”眼看着三木喝下一罐咖啡安然无恙之后呢，犬舍老板便催促三木再喝一罐。不过当时这三木实在是喝得太饱了，便谢绝了邀请。等到三木在电视机里再次听到犬舍老板消息的时候竟然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吓得是冷汗直流。原来犬舍的老板竟是轰动日本的连环凶手，利用在咖啡中下毒害死了很多人。直到警方找到三木，他才了解到案件背后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原来犬舍老板摆出的8罐咖啡中只有1罐是无毒的。三木在他那里先后喝了3次咖啡，每次都侥幸喝下没毒的那一罐。最后一次在犬舍老板的再三催促之下，要不是实在喝得太饱喝不下去否则随手拿起一罐，三木估计就要去阴曹地府报道了。能从这连环杀手中死里逃生这个概率实在是太小了。更离谱的是三木不仅撞上了，而且是3次与死神是擦肩而过。不得不说呢，这冥冥之中有神明的保护，才能够有惊无险。在日本，赤脚行走的僧人到处可见，无论严寒酷暑，都能够看到他们托钵化缘，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三木毕业之后离开了寺庙，成为了一名流浪僧人，四处游历，没有地方睡，甚至一度连吃穿都成了问题。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之下三木也有过放弃修佛的念头。好在一段亲身的经历坚定了他终身为僧的信心。有一年自己受邀到印度游学，这一日三木正和朋友饶有兴致的边聊边吃，旁边过来这么一位印度人，一开口就让三木是摸不着头脑。原来这个印度人有个不情之请，想请三木帮忙看看自己家的这头牛会不会是日本人转生的。原来这个印度人当时正在学日语，平日里只要他一说日语，其他牛都在低头吃草，只有这头牛会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有时候牛也会点点头，像回敬他一样。难道真有如此神奇之事吗？在对方的带领之下三木一行人来到了牧场这一眼望去好多只牛正犯愁呢印度人笑着说：“这还不简单，你大喊一句日语不就行了吗？”三木就这样冲着牛群用日语喊了一句“早上好”，没想到还真有一头牛冲着三木的方向急冲冲的一路小跑过来，来到了三木的面前，一个劲儿的点头。哦，难道你前世真是个日本人呐？三木话音刚落，那头牛又频频点头，眼睛里甚至还泛起了泪花。三木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万里之外的印度，自己竟然能够亲眼见证轮回转生的存在。兴奋的同时三木想到马上去旅店拿相机，将这珍贵的镜头给记录下来。可等到自己再次返回牧场那头牛竟然是莫名其妙的死了。这件事情也让三木是大为感慨，在他看来，这头牛的出现是对自己的点悟，坚定修佛的信心，从此便决心要好好修行，以免是堕入6道轮回。回到日本之后三木在京都找了一家废弃多年无人接管的寺庙光照山莲九寺作为自己的容身之所。当天夜里自己便梦见了七福神中主管财神的大黑天。只见大黑天说了一句“我要出去了”，瞬间便飘走了。醒来后，三木便顺着梦境中大黑天飘走的方向，很快在寺院中发现了一个大黑天的石像。只不过由于常年风吹雨打，这石像早已是破烂不堪，于是打算是好好的修整一下。几天之后，三木再次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看见七福神全都站在一艘船上，飘到了寺院上空。此时大黑天告诉他去买 bara。醒来后的三木心中是直犯嘀咕，
这 bara 一词啊，在日文中啊，既可以指乱号彩票，也可以指肋骨肉或者是玫瑰。三木一开始呢，将其理解成了肋骨肉，于是呢，他一个和尚来到了肉店门口，一开口啊，是指明就要买带肋骨的肉。当老板得知啊，大黑天托梦给眼前的这个和尚呢，老板便开口说道：“既然这大黑天是财神，该不会是让你买一种叫做 bara 的彩票吧？”三木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呢，来到了彩票站，果然这里出售七福神主题的彩票，果断买下人生中唯一的10张彩票。不过呢，由于自己忙于寺院中的整修事务，很快就把彩票的事儿忘得是一干二净。直到自己再次梦到大黑天，便告诉他，金钱的果实已经成熟了，赶快去采。三木这才想起来彩票的事儿，一对号码果然中了1.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8000多万人民币呀。不过三木表示呢，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想着要通过彩票来一夜暴富，只不过是大黑天托梦呢才买的。作为修行人呢，自己早已放下了思念和贪财的念头，最终呢，将这笔巨款全部用来修缮寺院。三木大云在日本是被称之为有特殊能力之人，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呢，就是他的预言。在一次节目当中，他引用佛经记载说，如果世界按照一定规律在10年之内发生了3灾7难，那么这就意味着世界末日进入了倒计时，届时呢，宇宙将会重启。那么三木口中的3灾7难指的是什么呢？佛教将世界从生成到毁灭所经历的时间呢，称之为一劫，每一个劫呢，都包括了成住坏灭4个时期。在坏灭时期呢，世界会发生很多的灾难，或许天人感应的缘故吧。近年来呢，东西方影视呈现的灾难影片也是越来越多了。根据佛经中的说法，这3灾呢分为大3灾和小3灾。大3灾呢是指风灾、火灾和水灾，那么小3灾呢则对应着刀兵、饥荒和疫力。那么7难又是指什么呢？根据《药师经》的说法，由于世人诽谤亵渎正法，招来7种魔难，这分别是呢人众疾疫难，对应到现实呢，近年来新冠病毒所引发的大瘟疫导致很多人死亡。他国侵逼难，这对应着战争，包括呢俄乌和中东的以哈战争。自界叛逆难，对应着暗杀或者是内乱。很多网友认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斯洛伐克总理遇刺，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兵变以及呢莫斯科空袭等事件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星宿变怪难指的是呢运行的星辰天体发生异常，比如说5星连珠、6星连珠等。中国辽宁大年初4惊现的3个太阳，这个天文异象呢就被视为不祥之兆。日月薄食难对应着日食或者是月食，比如这2024年4月发生在美国的日全食。非时风雨难对应着水灾，最明显的就是呢今年大半个中国都泡在了水中，洪灾现场是触目惊心。过时不雨难，该下雨的时候却不下雨，对应着干旱。那么中国的山东、河南大旱，水库干枯，导致农作物枯死。三木预言说这灾难呢不一定要按顺序发生，如果从2024年至2029年这3灾7难全都发生了，那么世界面临着大洗牌，届时宇宙就会重启。如果人们能够走过这些劫难，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按照佛经的说法，灾难的出现的根源是人们诽谤正法、亵渎神佛所造成的。那么这样看来这些灾难的出现，是不是慈悲的神佛通过降灾示警，让人忏悔归正，重拾对神的信仰呢？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